一夜无话。隔天清晨，海童起来后，先去阳台给他的花花草草浇水，又欣赏了一下那些花。不得不说，每天起来看看这个小花园，心情就会变得美丽，对战印的那点不满都消失了。因为这个小花园能布置完成，多亏了战印买回的这些花。调整好心情后，海童便进了厨房里准备夫妻俩的早餐。很快，战印也起来了，他走到厨房门口，看着海童在忙碌的身影，两片抿得紧紧的唇瓣动了动。海童，早上好。海童扭头看向他，早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不用了，你要是实在觉得无聊，就去帮我把衣服晒了，然后扫一下地。战印愣了愣，他还真不客气呀，嘴上却应着他，好。转身他走开了，去帮海童晒了衣服，然后开始打扫卫生。这么大一套房子就只有夫妻俩，都是早出晚归的主，家里很干净。就是战印扫地，他把每个角落都扫上一遍。等海童做好了两人的早餐，他的都还没有扫完。咋这么慢呢？海童嘀咕一句，走过去，从他手里拿过了扫把。战印，他动作很快，几分钟就扫完了。战印张嘴想说什么，终究是什么都不说，就是偷瞄了几次他的神色。昨晚被他误会后，他特别的生气，都动手打他了。还好今早继续做早餐给他吃，脸色也不难看了。这丫头不好惹呢。战印算是摸到了海童的脾气，有问题当面解决，有仇当面报最好，不能当面报就等着合适的时机一刀捅中，不冤枉他，不惹毛他。她是个很好脾气的女孩子，想看我就光明正大的看，不用偷看的。我知道我长得很漂亮，去选美至少能得个亚军。战印忍不住笑了，我以为你会说你能得冠军呢。海童厚脸皮的道，为人要谦虚，就算有拿冠军的本领，也不能明说。战印洗了手，海童招呼他一起共进早餐。他今天包了饺子和云吞，夫妻俩一人一碗云吞，一份蒸饺，饺子还是虾饺，这是海童喜欢吃的。等会儿我送你去店里吧。战印开口，海童头都不抬，拒绝了。我到外面去拦辆计程车就行，又不是很远，我送你到店里再回公司也不碍事。我在公司里是很自由的，晚点到早点走都可以。战氏集团他说了算，他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还真没有人能拦得住他，也不敢拦。那行，吃完了就出门，上班高峰期容易塞车。战印嗯了一声，不管怎么说，他都是他的妻，他有车有时间，自然由他送他回店里，绝不再给其他男人送他的机会。000，海童的手机响了。吃早餐时，他是把手机放在餐桌上的，夫妻俩挨着一起吃，然后手机响时，战印瞟了一眼，他人高，哪怕是坐着，视线看得也远些，清楚地看到他手机来电显示是小帅哥张念生。小帅哥，战印怀疑海童的审美观有问题，张念生是长得不错吧，能与他相比吗？他比张念生帅多了，不知道在他的通讯里是如何备注他的。战印忽然挺想知道的。海童接听了张念生的来电，海童姐，早安啦，这么早就给姐打电话，有事？海童姐，你吃早餐了吗？我去接送你上班吧，顺便请你吃早餐，要不你请我也可以。张念生话里夹带着点点期待，他昨晚帮了海童姐一个大忙，今天有借口去接送海童姐，再请她吃早餐。不用了，我快吃饱了，我自己做的早餐。等会儿我老公送我回店里，你不用大老远的跑过来。海童不知道张念生暗恋他一事，他是单纯的觉得张家离明苑花园挺远的，早上上班高峰期容易塞车，不想让张念生那么远跑过来，最后还得被堵在路上。张念生的满心期盼在听到海童那句我老公送我便荡然无存，如同一盆冷水淋了他一头一身。他忽略了海童姐已婚，海童姐一直都没有男友，突然间就闪婚，闪婚对象还是个陌生人，他为啥就不能等等他？虽说现在他年纪还轻，
却也乐意成为他闪婚对象呀。可惜的是，海彤姐从来没有考虑过他，只把他当成弟弟看待。认识多年，从他懂情开始呢，海彤姐就成了他暗恋的对象。可惜终究是一场空。那好，海彤姐的车子修好后，我让人给你送到店里去。张念生心里发苦，倒也保持着风度，没有让海彤察觉到他的不对劲。谢谢，海彤姐不用跟我客气，那我不打扰海彤姐用餐了。张念生先挂断的电话，他怕再说下去，自己心底压抑的苦涩就会爆发，让海彤姐察觉到他的不对劲。战印全程都在听着两个人的对话。当海彤说出我老公送我那句话时，他都不由自主地翘了翘嘴角，就是他自己也没有发现他的本能反应。海彤刚放下手机，铃声又响了起来。这一次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他略迟疑了一下，还是接听了陌生号码的来电。海彤，我是你大哥。陌生的男音传来，海彤皱眉，本能地反问他：你是我哪门子的哥？我妈只生了我和我姐2个，我们没有哥。就因为他父母没有儿子，在父母去世后，在老家的房子、田地都被叔伯们霸占了。由于爷爷奶奶还在2位老人家住在他家的老房子里，姐妹俩多年没有回去过，暂时也不想和2位老人家打官司要回房子。我是海志明，你大堂哥。对方自报家名。海彤回想了一下，貌似他大堂哥是叫海志明。有事？多年不联系，一联系准没好事。海彤瞬间在心里筑起了一道防线。海家距离市中心很远，车程得1个多小时，应该不知道她嫁人了吧？要是他们像当年那样知道姐姐要嫁人，向姐夫索要30万彩礼，再来找战印索要彩礼，他绝对会大扫把把他们扫出去。奶奶生病了，肝癌，所幸是早期。海志明在电话里说道，医生建议去市里的医院住院治疗。你们姐妹俩都在市中心安了家，也清楚市里的情况。你去帮奶奶挂个号，安排，我们等会儿就出发送奶奶去市里的医院，这样奶奶到了就可以马上入院治疗喽。听说要预交定金的，你记得把定金也交了。虽说你爸妈不在了，爷奶你们也有份儿的呀。多年来你们也没有给过赡养费，现在奶奶病了，你们姐妹俩就包了你奶奶的医药费，当是补上多年来的赡养费吧。听了大堂哥的安排，海彤的脸是绿的。她10岁失去双亲，双亲用命换来的赔偿款一共120万元，爷爷奶奶要分倒也说得过去，毕竟他们是他爸的亲生父母。姐妹俩当时年幼，爷爷奶奶分走的赔偿款远远超过了他们应得的。他更知道，在爷爷奶奶分走了60万的赔偿款后，把那些钱都分给了他的叔叔伯伯们。他2个伯伯，1个叔叔，2个姑姑，然后叔叔伯伯每一家都分到了15万元，那2个姑姑则是每人分到了2万元，余下的就是爷爷奶奶的养老钱。那时他年幼，但10岁的年纪也能记住事了。他现在都还记得，爷爷奶奶为了多分赔偿款，当着村干部以及他母亲娘家人的面，说了以后不用他姐妹俩养老，还签了协议的。爷爷奶奶、叔伯们和他姐妹俩都摁了手指印的。协议一式3份，他姐妹俩1份，爷奶那1份，村委会那里保留着1份。见证人那么多，现在大堂哥居然指责他姐妹俩没有给过赡养费。想到失去双亲后，没有亲戚愿意收养姐妹俩，120万的赔偿款被爷爷奶奶分走60万元，外公外婆那边也不愿吃亏，硬是要走了40万元，姐妹俩只余下20万元。年仅15岁的姐姐带着她料理了父母的身后事后，只能帮她办理了住宿手续，让她住校，至少能保证她的学习和3餐不用看人脸色。姐妹俩就是这样相依为命长大的。所谓的亲戚们没有伸出过援手，却在姐姐要嫁人时，一来呢便是2颗车的人要求姐夫给30万彩礼，否则就不让姐姐嫁给姐夫。那样不要脸的事情他们都能做得出来。如今老太婆病了，让她姐妹俩出医药费这种事儿，他们会做出来一点也不奇怪啊。海先生，我记得你比我大了12岁，15年前我爸妈车祸死亡时，你已经22岁，当年爷奶分赔偿款的时候，
你可积极了。难道不记得我姐妹俩给爷爷奶奶的赡养费是一笔结清的吗？你们用爷爷奶奶分给你们的15万块钱建了一栋新房子，那10万钱可是爷爷奶奶的赡养费，我爸妈用命换来的钱，你们享受了，还好意思指责我不给赡养费，好意思让我补上？15年前的15万元可是一大笔的钱，是可以建一栋房子的。也是，你们脸皮堪比城墙厚呢，怎么会不好意思呀？海志明，我告诉你这件事我不管。说完，海童便挂了电话。海志明再打来电话，他便拉黑了。战印也是全程听着兄妹俩的通话，他不曾去调查过他的身世与过往，只是从奶奶的嘴里听说过他10岁时父母便出车祸双亡，姐妹俩是靠着赔偿款过日子，完成学业的。也怨不得他和姐姐感情好，相依为命10几年，能不好吗？在海童的心里，姐姐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。看来他得让人去调查调查他的过去了。海童没有和战印说海家亲戚的事情，战印也不问。夫妻俩默默用完了早餐，战印还真的送海童去上班。夫妻俩一起下楼时，在楼下等候着的保镖团见状，全都装着路人四处散开。海童看到楼下停着好几辆豪车，其中一辆还是劳斯莱斯，还对战印说道：咱们这个小区是高级小区不假，没想到还能看到劳斯莱斯，有这钱买这么贵的豪车，应该是住在大别墅里呀。跑到这里来住套房，难道是为了工作方便或者孩子上学方便？有钱人的世界他不懂。战印嗯了一声，很多人是隐形富豪，有钱但低调。海童心想着，开劳斯莱斯哪是低调？战印神色自若地开着他那辆东风风行商务车，送着他老婆去上班。等他走后，保镖团齐聚，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最后一致认为应该开着车偷偷地跟着大少爷。等大少爷送完了大少奶奶，他们再接上大少爷，送大少爷回公司。海童哪知道他身边的男人就是个真正的隐形巨富呀！明明有劳斯莱斯这样的豪车，偏要开一辆10来万的车子送他上班。他打电话给姐姐，告诉姐姐奶奶病了，海家人会把奶奶送到市里的医院住院，提醒姐姐不要烂好心真垫上医药费啊。虽说他姐妹俩多年没有回老家去，也知道叔叔伯伯们日子过得美滋滋的。他的堂哥堂弟们不论是打工还是经商，听说收入都很不错。爷爷奶奶一大班的孝子贤孙，还轮不到他姐妹俩去支付医药费呢。海玲年长妹妹5岁，知道的更多，记恨也记得更深。不论是父亲的家人还是母亲的家人，他怨恨着。听了妹妹的话，他冷笑，别说我现在没有钱，就算有钱，我也不可能为那个老太婆垫上医药费。彤彤，你不要再接他们的电话，赶紧把他们拉黑了。这些人就是吸血鬼，你一旦妥协一次，就别想甩掉他们。他是深有体会的。姐，我已经把他拉黑了。海玲嗯了一声，放心点。好在海家人现在不知道姐妹俩的住址，他结婚前不是住在这里的。海家人厚颜无耻来索要彩礼时，被他轰出去过，想必也不敢再随随便便来找他了吧。彤彤，晚上叫上战印一起过来吃饭。海童看了一眼战印后，先问他，我姐说晚上去她那边吃饭，你有空吗？姐叫我们过去吃饭，总要给姐面子的，你答应姐姐就行。由于昨晚误会了海童，夫妻俩算是小小的闹了一场。战印理亏着呢，今天就特别好说话，也很给海童面子。海童便回复姐姐，晚上就和战印过去吃饭。姐妹俩结束通话后，战印问了一声，你和你老家的人关系很不好？是不好。海童没有隐瞒，也没有说谎。他说道，我10岁的时候，我父母便出了车祸，双双身亡。我爸家的亲戚以及我妈那边的亲戚都没有人想着照顾我姐妹俩，但我父母的赔偿款拿到了，又一个个来分钱，兄弟叔侄这些是没有资格来分的，便都是唆使着老人家出头。我爸是排行第4的，我爷爷奶奶本就不太疼他，更偏爱着我叔叔伯伯他们。眼见赔了一大笔钱，为了多分点钱，他们当年说出的。
以后他们养老送终都不需要我姐妹俩出钱出力，分走了60万，也签好了协议的。我父母离世前刚建好的2层楼房，爷爷奶奶也住了进去。说什么我父母不在了，那房子就是他们的了。说我姐妹俩都是女孩子，长大是会嫁人的，不能分房子、地基什么的。当时我们年幼又无人支撑，我们房子就这样被爷爷奶奶住着了。我姐妹俩在学校放长假时才回去住一住，却要挨白眼，看脸色好像我们是回去跟他们抢房子似的。我姐说那房子的房产证是我爸妈的名字，等2位老人家100年后再回去打官司要回房子，绝不便宜，叔叔伯伯们。战印说道，到时候打官司要是有用的找我，需要我帮忙的，跟我说一声，我认识很多当律师的人，他们战氏集团就有法务部的。海童感激，到时候真有需要再找你帮忙。看他爷爷奶奶大概还会再折腾一些年月吧，真到打官司时，也不知道他和战印还是夫妻否。你妈的娘家就没有为你们出头过？一般来说，当外公外婆的都会比较疼外孙的。海童瑟瑟的道，我妈命苦，是被人收养的，还是被转手无数次，最后才被我外公外婆收养的，不是亲生的，想他们多尽心尽力那是不可能的。他们只觉得把我妈养大了，还没有享受到我妈的福，我妈就死了，他们太亏了。赔偿款他们也要走了40万，我姐妹俩只余下20万，谁会替我们姐妹俩考虑啊？谁会替我们撑腰啊？都是为了他们的利益，一个个都生怕自己吃亏了。要不是村干部还有点良知，死活不同意那一笔赔偿款，我姐妹俩可能1分都拿不到。想起往事，海童别开了脸，面朝着窗外，2行泪从他的眼角滑落。事情已经过去了15年，他始终无法释怀。都说骨肉至亲，他妈娘家那边不是亲生的，不讲情分就算了，他爸可是海家亲生的骨肉，一家子兄弟叔侄却不念一点骨肉之情。好一会儿，海童平复了心情，他淡淡的道，如今我奶奶病了，说是肝癌早期，要来市里的医院住院，我那个大堂哥还好意思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安排，还叫我出医药费治癌症的钱，谁都知道不是一笔小数目，就算我有，我也不会出，凭他们当年那样对待我姐妹俩，我就不愿意出这笔钱，顶多就是给他1000块钱买点好吃的，多1毛都不会再给。战印温沉地说道，要是不甘心，就1分钱都不要给，你给了钱，他们不会感激你，只会说你小气，说你不孝，给多了，你自己又难受，明知道是吃力不讨好的事，就不要做了。管他们怎么说，当年他们不仁不义在先，别被他们道德绑架了。战印管着庞大的战氏集团，那心性是硬的，他就觉得海童最好是1分钱都不要出，出了钱也会被骂不孝，不出钱也是被骂不孝的，干脆就1分不出吧。当年姐妹俩皆未成年，他的那些亲人都能很心肠，不管不顾他们，不仅分走大笔赔偿款，还霸占房产。如果不是他那个大姨姐懂事了些，姐妹俩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海童觉得战印说的有理，想了想后说道，战先生，你说的对，我就听你的，1分钱都不出了，管他们怎么说我，他们当年做出那样的事情都不怕别人说呢，他怕什么人说？谁来跟他说老人家年纪大了，好歹是他亲爷奶，不要计较了，他绝对会对过去，谁愿意跟他来换个位置去经历那些要是能做的不计较以德报怨的。再来说他吧，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人为善，他最讨厌的就是道德绑架别人。很快战印便把海童送到了管城中学门口，这个点学生们早就上课了，学校门口附近的店铺都没什么生意。沈小军坐在收银台里玩着手机，看到战印送海童过来，他忙起身走了出去。战先生，沈小军跟战印打了声招呼，战印没有下车，只是按下了车窗，扫了几眼店里的情景。听到沈小军的问好，他点点头，艰难地扯了一抹笑容，算是回应了沈小军的问好。你先去上班吧，到公司了，给我发个信息。好。战印朝2个女孩子点点头，便按上了车窗，倒了车，调转车头远去。
你的电瓶车呢？沈小军暧昧地问道。还是以后都由你老公来接送你？看得出来，你们夫妻俩相处的还算融洽。还算融洽。他不触及他的底线，他又不服他的时候，夫妻俩是相处的融洽。我的电瓶车昨晚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半路上突然就跑不动了。好在遇到你表弟，念声叫人帮我拉去修了，他又送我回家。下次有空叫他出来，我请他吃饭，你作陪。一点小事情不用那么客气，小事情也是他帮了我，得还请他吃饭，不用欠人情。沈小军还想说什么，想到好友已婚，哪怕那是他的表弟，好友也不宜过多的欠人情，便说道：那行，你什么时候安排好？我一定作陪吃饭，不用我出钱的事儿，我是最乐意去做的了。那边的战印回到公司后，还没有进办公室就吩咐着秘书帮我通知总特助来见我。秘书忙打内线电话给总特助苏南，苏总，战总想见你，让你马上上楼来。苏南什么都没问，嗯了一声便挂了内线电话。数分钟后，苏南敲开了总裁办公室，走了进去。战印已经在处理着文件，见他进来便放下了签字笔，朝他做了个请的姿势。有急事？苏南和战印是同学，他的能力战印很清楚，还没有毕业就被战印提前签了下来，成了战氏集团的精英，做出成绩后一步步成为战印的总特助，深得战印的信任。也不是急事，就是私事，单独和你说说。苏南坐下来后笑了笑，说道：你在电话里也可以说的呀。虽说是总特助，战印偶尔也会拜托他处理一些私事，苏南习以为常了。你能帮我调查一件事吗？瞧你说的，我都不知道你调查了多少件事，多一件不多，少一件也不少。想让我帮你调查什么事儿，尽管说吧。苏家家族颇为神秘，亦是富豪之家，不过极为低调，比战家还要低调，鲜少有人知道苏家也是富豪。苏南不是这一代的老大，不用接管家主之位，不过他在兄弟当中也说得上话，深得家主的信任。而苏家最擅长的便是打探消息，可以说他们的信息网覆盖了好几个大城市，特别是管城，只要他们想知道的，就没有不知道的事情。当然，也不是谁都能用到苏家的力量，也就是战印与苏南是好友兼上司下属的关系。苏家家主一欣赏战印，每次战印有事相求，苏家主都会尽全力帮助战印。我奶奶整天唠叨我娶她救命恩人的事，我跟你说过了。你不是娶了吗？怎么你奶奶又唠叨让你娶二房了？苏南这句话带着打趣的味道。战印一脸黑线，娶一个是极限，我们家男儿除了妻子再无第二个女人。你对你老婆感兴趣了，想让我帮你调查一下她的过去吧？也不能说是感兴趣，就是觉得既然是夫妻了，总要知道她的一些事情的，你帮我把她的家庭背景查清楚就行。海童是跟他说了一些海家的事情，却不尽全，他才想着让苏南帮他查清楚一点，这样他心里有底，在海童遇到困难时，他才能帮到他。以后呀，遇事还是别冲动，别随便误会冤枉人。这不，他误会了海童，总觉得气短。其实你可以通过相处，慢慢从他嘴里问到他的家庭情况啊。苏南觉得这件事很简单啊。让他去查的话，他都不需要动用到家族力量，就安排他的几名手下去打探一下就清楚了。据他所知，战印的太太是个很普通的女孩子，就是心好救了战奶奶一命后被战奶奶看中了。能被战奶奶看中的女孩子必定人品极好，苏南敢说用不了多久，他的老同学会被那个女孩子俘虏，他近期可能会遇到一点麻烦，我提前弄清楚前因后果，便可以帮到他。苏南来了兴趣，怎么爱上了？这么快就知道护着了？不管我爱没爱上，她现在是我太太，哪怕是名义上的，也是我战印的女人。有人欺负她，我自然要护着的，不是护她，是护着我战印的颜面。苏南呵呵的笑，自欺欺人的说法。苏南，战印颇有点恼羞成怒的，他是真的只为了他战印的面子。海童是他的妻，海童被人欺负，就是打他战印的脸，他不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。好，
不笑你了，你是为了你的尊严，为了你的面子。行，我帮你查查吧，你老婆叫海彤是吧？其实你可以让陆东明帮你的，我是你的总特助，主要负责公司的事情，平时忙得像拉磨的驴，连喝杯水的时间都没有，这种小事情还让我去做。战印起身去给他倒来了一杯水，那你现在先喝杯水吧，免得说你忙得连杯水都没时间喝。我进来都坐这么久了，才想到给我倒杯水。我以为你不渴，你要是渴了自己会倒水，咱俩是什么关系？你在我面前客气过吗？苏南嘿嘿的笑，东明嘴巴没你那么牢。那倒是，陆东明有时候嘴巴太多。苏南嘚瑟了一回，记得帮我把海家所有人的资料都查清楚。从海彤的嘴里得知海家是极品之后，战印就有预感海彤姐妹俩都会被麻烦缠身。大姨姐的事她可以不管，但她家那位她总要管一管的。要想管，就得先了解对手的情况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吗？他战印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，那一般极品不管放什么招来，有他在，他都不会让海彤输的。你老婆不是只有一个姐姐了吗？她老家还有一堆的极品亲戚呢。苏南哦了一声，怪不得你要捂紧你的身份啊，隐婚，家有极品亲戚是挺麻烦的。战印不说话，他捂紧身份又隐婚，不是怕极品亲戚缠身，他是想考察一下海彤的人品。毕竟在奶奶念叨着要他娶海彤的时候，他便把海彤定位在新姬女的位置上了。虽然好像他似乎先入为主误会了海彤，考察一下人品还是应该的。海彤真值得他托付一生的柔情，他自然会向他坦诚一切，再把签的那份协议收回，做一对真正的夫妻，白头偕老。还有其他事吗？苏南喝了2口温开水，问道。没有了，你回去做事吧。苏南放下水杯，起身，在他想走时，战印忽然又问他：苏南，你要是误会了一个女孩子，怎样道歉？你的嘴巴生来干嘛的？用嘴巴说对不起，这样道歉还要我教你啊？战印，我明白了，你是问我要不要送点礼物什么的吧？女孩子嘛，喜欢的无非是花呀、珠宝呀、香水、护肤品什么的，你随便送一样给她，她心里就有数的了。战印这张嘴大概也说不出好听的话来，还是让她用实际行动去道歉吧。怎么，你误会你老婆了？误会她什么？居然要送礼物道歉？苏南八卦心顿起，没你啥事，回去干活。晚上你去和明总谈一下合作的事，我晚上没空。要陪老婆去大姨姐家里吃饭，你怎么又没空了？干啥去？你该知道，成了家的男人不能一心扑在公司上，那样很容易就是被戴绿帽子的。苏南，他竟然无语以对，也明白了上司把事情推给他是为了陪老婆，结婚了就了不起啊。他苏南也可以结婚的，以后也天天不应酬不加班，专门回家陪老婆，行不？就是他没有女朋友，短时间内想结婚都没有结婚对象，带着被上司压榨的心情，苏南郁闷地走了。同一片蓝天下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事情。海林跟妹妹说了，晚上过来吃饭，她喂饱杨洋后，照旧用儿童推车推着杨洋去菜市场卖菜。刚出门就接到老公的电话，老公怎么了？你去买菜了吗？周红林在电话里问他，还没有，刚出门，你今天想吃什么菜？多买点好吃的回来，我爸妈、我姐他们要进城，我姐喜欢吃海鲜，你多买点海鲜，我妈喜欢吃牛肉，你也买点吧。海玲本能地道，海鲜很贵，你姐来了都要吃大虾、面包蟹，一次性还要吃好几只。牛肉也贵，现在都要60元1斤了，我平时买点牛肉给洋洋吃，都舍不得多买。他很不喜欢接待公婆以及大姑姐，他们来了不仅要吃好喝好，还会指责他，在周红林面前说他的不是。每次他们走后，他和周红林都会大吵一架，冷战几天。特别是大姑姐，手伸得最长，喜欢管着娘家的事，挑拨是非，最在行。
我叫你买你就买，哪来那么多的废话？还有，你上次买衣服，花了我给你的生活费1000多元，今天买菜的钱，你不能再刷那张卡。AA 制，你得补回给我才算公平哎。海玲听着丈夫的话，心凉凉的，也很生气。她以为丈夫就是不喜欢妹妹再住在他们家，故意这样说的，没想到丈夫能说出来都是当真的。周红林，我现在虽然不上班，但我在家里照顾你儿子，打理这头家，让你无后顾之忧，在工作上才能奋斗出成绩，升职加薪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我现在不能去上班，你要坚持跟我 AA 制，你是想逼死我，还是逼着我出去上班啊？行，你让你爸妈带孙子，我明天就去找工作。孩子是你生的，凭什么让我爸妈带孩子？我是说，孩子是咱们夫妻的责任，得我们负责。我爸妈好不容易把我姐弟俩养大，正是该享清福的时候，别麻烦老人家。你又不是没有钱，上次你刮花人家的豪车，都有钱赔给人家，少跟我喊穷了。你没钱就跟海童拿点，等洋洋上幼儿园了，你再去上班赚钱还给海童。周红林是坚决要 AA 制的了，他觉得他付出的太多了。海玲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做，就带带孩子而已，生活费、房贷都是他出钱，他需要用到什么钱？哎，老妈说海玲是念了很多书，现在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赚不到钱呢。就能把家庭照顾好，又能赚到钱的女人，对她才有帮助。主要是海玲还不知道收拾自己，以前多漂亮呀，气质多好呀，现在胖得像猪，还不知道打扮，与婚前简直是判若两人。就她有应酬都不敢带着海玲去，怕被同事客户们笑话。跟叶佳妮相比，两个人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。海玲被丈夫的话气得半死，她直接就挂断了电话。都没有说她也请了妹妹夫妻俩晚上过来吃饭。要是公婆和大姑姐来了，再叫妹妹夫妻俩过来，估计等这个婆家人走后，她和周红林又得大吵一架了吧？这婆家人都能过来吃饭，凭什么她娘家妹妹不能来？这个家她也有份的。虽说房子首付以及房贷都是周红林在还，但房子装修以及所有家具都是她出的钱，她婚前的积蓄都花到这个小家里了。哎，这样想着，海玲便有了底气。菜她当然会多买点的，毕竟要请妹妹夫妻俩过来吃饭。正好她妹妹也喜欢吃海鲜啊 ，AA 制是吧？然后婆家人过来了，他们在这里的所有花销，她都会记账的，等婆家人走后再与周红林算账。还有，既然是 AA 制吧，家里的事情也不能全由她做了。从今天开始，周红林的事她再也不会帮忙，她的衣服啊、鞋袜啊，想吃什么啊，都让她自己动手去做吧，休想她再像伺候皇帝那样伺候她。刚结婚那会满嘴的甜言蜜语，劝她辞职时呢，说什么有她在，天塌下来都让她当被子盖，她能养得起她，让她在家里安安心心的当她最美的老婆。更是早早就让她怀孕，也不得不因为怀孕而辞职。结果呢，孩子一生，她身材走样，为了有奶水喂养孩子，她什么都吃，吃的也多，人变越来越胖，就遭到她的嫌弃了。海玲看着儿童推车上的儿子，小周阳似是心有所觉，扭头看着妈妈，奶声奶气地叫着妈妈。海玲嗯了一声，伸手摸了摸儿子的头，柔声说道：洋洋真乖。妈妈，小姨。洋洋想小姨了是吧？妈妈叫小姨晚上过来吃饭，洋洋晚上就能看到小姨了。周阳能听懂妈妈的话，他稚嫩的小脸便有了欢喜的神色。他跟妈妈和小姨最亲了。看着儿子稚嫩的小脸，海玲压下心里的愤怒，公婆不愿意帮忙带娃，周阳还这么小，他还得再忍上1年才能重回职场。至于公婆催生2胎的事，海玲不想考虑了。才一个孩子，她都这样了，再生一个，她就别想重回职场。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她在这个家里都底气不足。周红林说她爸妈要享福，不能帮他们带娃。海玲却知道她公婆帮大姑姐接送孩子上放学呢，宁肯照顾外孙外孙女，也不愿意照顾亲孙子，无非是把她这个儿媳妇当外人罢了。也是，儿媳妇是别人家生的，女儿是自己生的，她
她公婆就是这样偏心。